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郑晓龙《红楼梦》全国海选，肖战和杨紫成为贾宝玉和林黛玉最佳人选。近日，郑晓龙导演宣布《红楼梦》全国海选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全民关注。而肖战与杨紫被网友推举为贾宝玉、林黛玉的最佳人选，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了大众对经典改编的期待，更折射出数字时代下文化传承与当代审美之间的复杂博弈。这场讨论早已超越选角本身，成为观察当下文化心理的鲜活样本。《红楼梦》作为中国经典文学巅峰之作，宝黛形象在国人心中具有神圣性。肖战与杨紫的入围，实则体现了经典 IP 在当代传播中的必然命运。经典需要借助当红演员的知名度实现当代转化，这种转化背后是艺术规律与大众情感的有趣博弈。一方面，导演郑晓龙坚持海选，彰显对表演艺术标准的坚守；另一方面，网友的推举则暴露了大众倾向于用最熟悉的面孔理解经典的心理定势。这种张力恰恰是经典重塑过程中最具创造力的空间。如何在尊重原著精神与激活当代共鸣之间找到平衡点？不可否认，肖战与杨紫的顶级流量能为影视作品带来空前关注。但流量既是助推器也是放大镜，他们的表演将被置于更严苛的审视下。这提醒我们，流量应当成为服务艺术的工具，而非评判艺术的标尺。健康的创作生态需要打破流量及原罪或流量及保证的二元对立，建立更立体的评价体系。真正成功的改编，应当让粉丝观众最终忘记演员的明星光环，完全沉浸于角色命运。郑晓龙导演选择全国海选，具有文化民主化的进步意义。这与明清时期章回小说通过说书场接受大众检验的传统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让文艺作品在群众中汲取生命力。相较于过去由少数专家决定经典诠释权的模式，这种开放姿态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精神。但需要警惕的是，民主化不等于庸俗化，海选不是简单的人气投票，而应是通过专业引导下的集体审美探索。贾宝玉、林黛玉形象的永恒魅力，正在于不同时代都能赋予其全新解读。肖战若演贾宝玉，需要展现贵族公子的叛逆与觉醒；杨紫若演林黛玉，既要把握孤高自诩的诗人气质，也要避免将角色简化为病弱才女。成功的改编不是复刻1987版，而是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印记，或许是对个体自由的追问，或许是对理想主义的重塑，但核心必须是抵达《红楼梦》悲天悯人、悲悯人间的精神内核。这场关于宝黛人选的热议，实则是当代文化自觉的生动体现。它既显示出了大众参与经典传承的热情，也暴露出了我们在面对经典时的焦虑与渴望。或许比谁演宝黛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红楼梦》？答案不在热搜榜上，而应在对经典的敬畏与创新的勇气中寻找。当海选落幕，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某个明星艺人的定妆照，而是一代人对经典的全新理解与真诚表达，这或许才是对文学巨匠曹雪芹老先生最好的告慰。郑晓龙导演宣布启动《红楼梦》全国海选的消息，如同在当下影视圈投下一枚重磅炸弹。短短数日，网络上关于谁能演贾宝玉、林黛玉的讨论铺天盖地，而肖战与杨紫凭借其超高人气与过硬演技，被网友一致推举为最佳人选，一时间成为热议焦点。其实，这场关于宝黛之选的舆论狂欢，远不止于选角本身，更是一场关于当代文化心理、审美趋势与经典传承的集体关照。
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巅峰，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缩影。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与时代的对话。郑晓龙导演以全国海选的方式重新开启选角，无疑是一次勇敢且富有文化意义的尝试。这种开放姿态打破了以往圈内定角的封闭模式，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参与经典塑造，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民主化的体现。正如当年的说书场让《红楼梦》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今日的海选也让这部经典在互联网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然而，海选并不意味着谁红谁上，大众投票也不能取代艺术标准。网友推举肖战与杨紫，其实反映出一种熟悉及安全的心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更容易被既有的明星形象吸引，将熟悉的面孔带入经典角色，以满足心理预期。这种现象无可厚非，却也提醒我们，经典的再现不能仅靠流量的堆叠，而应依托演员真正的表演底蕴与精神契合。肖战若是贾宝玉，他需在贵气与反叛之间找到平衡。贾宝玉并非柔弱书生，而是一个以真性情反抗世俗的理想主义者。肖战的外形俊朗，气质清澈，若能深入挖掘人物内心的挣扎与觉醒，或许能呈现出属于新时代的宝玉之魂。而杨紫若是林黛玉，则需在脆弱与坚韧之间游走。林黛玉不是单纯的病美人，而是一位拥有独立思想、才情横溢的女子。杨紫的情绪表达细腻，对悲剧人物的把控能力亦已多次得到验证。若能在表演中注入更多文学气质与诗意层次，极有可能赋予林妹妹新的生命力。当然，经典的重塑绝非致敬1987版的复刻，而应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其核心是悲悯，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对人情冷暖的洞察，对理想破灭的叹息。新时代的《红楼梦》或许更该关注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与追求，用当代语境重新诠释梦的意义。只有这样，这部古典巨著才能真正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流量演员的加入确实能带来巨大关注度，但流量不是原罪，也不是保障。它应当成为艺术传播的助燃剂，而非艺术判断的标尺。一个健康的影视生态不应限于流量极最或流量极真的极端，而应让艺术回归作品本身。当观众在荧幕前不再看到肖战和杨紫，而是完全相信他们就是宝玉与黛玉时，改编才算真正成功。可以说，围绕宝黛人选的讨论，本质上是我们这个时代对经典的再思考。它既展现了大众对文学传统的热情，也暴露出面对经典时的焦虑与不安。我们渴望创新，却又害怕失去原味；我们追求真实，却常被流量裹挟。真正值得追问的，也许不是谁演宝黛，而是当代《红楼梦》该讲给谁听。当海选尘埃落定，郑晓龙的新《红楼梦》能成为一部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既有古典的灵魂，又有时代的气息。那时，无论是谁演宝玉，谁演黛玉，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跨越世纪的文学巨作，能否再次让世人梦回大观园，重新感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人间真意。